都护的戏会不会演得有些过呀？守约，哎，我来敬你第2杯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我不觉得呀，看着挺真诚的呀。哎，你们都照顾着啊。厂长来这喝酒就行。张氏大人，下官敬您一杯。是不是太自降身价了呀？平易近人，虚怀若谷，可敬玉郎，第3杯，来来。怎么？你是说我的阿爷，你的岳父，是做贼心虚吗？胡说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哎，多吃点菜啊！好，裴大人，我也敬您一杯。真诚。来，夫人，尝尝这枣，特别的甜。来，夫人，尝尝我们这儿的梨。夫人，您面前的这盘葡萄极其美味，尝尝。您尝尝这个，多谢。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库迪夫人在嫁给裴长史前，是上福局的大家，心灵手巧是出了名的。听闻夫人制作的衫裙深受武昭仪的喜爱。去家的消息好灵通。琉璃不过是对制衣有兴趣，武昭仪抬爱罢了。库迪夫人，不知如今的长安时兴哪种妆容，给我们说说可好？是啊，如今最时兴的大约是翠色重眉，斜红便要画得细些，以金缕花钿来衬眉色。这么热闹啊，也不叫我一声。这祖宗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严都尉他们打猎去了吗？跟他们玩没意思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你就是库迪琉璃？这位是？我是屈成玉的妹妹，王君梦之妻。你唤我静娘便是。原来是明府夫人。静娘，既然回来了，就一起吃饭吧。守约，哎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对了，谢督护大人，刚才静娘来了。你没跟他说什么吧？没有，我就说我不喜欢库迪琉璃，很不喜欢。听说我阿兄一路上没少受你的气，我就是好奇，过来看看你长什么样。琉璃可曾让夫人满意？见面不如闻名啊！我还以为是个木生重瞳、青面獠牙、力能举鼎的非常女子，如今看来却十分寻常。不过，长得比他们都好看。多谢夫人赞赏。看你这娇滴滴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习武之人。那大长公主派了那么多人去杀你，换作是我，也恐难全身而退。你和那裴行俭是怎么做到的？静娘，你在这混说什么呢？什么大长公主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你若再这般胡闹，我可喊都护了啊！行了行了，别老拿阿爷来压我，我这就走。你不错，我很喜欢你。改日来我府上坐坐，把那面妆交给我。一定叨扰。行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走了。那2只鸡送你了，不必谢我。这小妮子，都让他阿爷给惯坏了。让库迪夫人见笑了，真是对不住。我倒觉得这位夫人天真率直，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裴长史，这是怎么着了？咱们再喝点啊！长史喝多了，
来人，把张氏扶下去，先休息吧。裴长史不胜酒力呀！哎，你们慢着点啊！你再喝一杯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再喝一杯。慢点。这么担心，就去看看。我去看看。夫人，长史适才喝多了一些，已被扶到客房休息了。喝醉了？人早走了，王明府不用找了。见过姨娘，库迪夫人。听闻我家守月醉了，可是真的？啊，今日高兴，长史多喝了几杯，司马已经命人将长史扶回客房休息了。夫人，我想过去看看我家守月。好，我这便叫人带你过去。姨娘，锦娘没闯什么祸吧？哎呀！进来吧。夫人，醒酒汤来了。有劳了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我们琉璃这么贤惠呢？你又哄我？我怎生哄你了？那些西周官员一个一个让我喝，我喝了少说有1两斤呢。要是再喝下去，可就真的醉了。难不成你想到西周的第1夜，就听我这个醉鬼说1夜酒话？我给你去拿醒酒汤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你的身子终于暖和一些了。西周啊，竟似比长安还要热些。这里的天气本来就是炎热多风。我看这屋子冬暖夏凉，倒也不错。而且这窗子奇高，墙壁奇厚，
隔音保温的效果一定也很好。那屈都护这般热情地招待我们，不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招数，我们见招拆招便是了。对了，今天我看到王君梦坐立不安，还时不时看着女兵的违章。你们那边没出什么事吧？还不是那只死孔雀给我安排了惊喜。他又耍什么花样啊？倒也没什么，就是让我见了见他的妹妹。你见过曲敬堂了？听闻此女骄纵任性，飞扬跋扈，是西周人人避之不及的女恶人。她没对你做什么吧？确是个让人颇为头疼的人物，不过我还应付得来。她似乎还蛮喜欢我的。这样的人，你还是少跟她接触为妙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倒是那只死孔雀诡计多端，你可莫要大意。这……不许你再提他。从现在起，你什么事都不要想，谁也不要想。你怎么还没去上朝啊？我的傻琉璃，是不是睡糊涂了？嗯。什么时辰了？应该已经过了辰时了吧？我是才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是不是有人来访了？不急，我本是喝多了些。你的耳朵大灵，来访的是何人啊？想来不是齐夫人，便是那只孔雀。娘子起身了。屈司马师才来过一趟，刚刚才走，说稍后再来打扰。果然是他。都护，快坐，快坐。岳父大人，早饭好了。你没跟静娘说，早上咱们一块儿吃饭吗？我忘了。哼，忘什么忘？他就是不想来。知道您爱问。你吃饭。你说，我只想守护这份安宁，有错吗？那自然是没错的。但是，屈家已经不是以前的屈家了，现在想要守护西周，还是得借助李唐的力量啊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暂时先放过那个人？
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是玉郎的意思。而且玉郎也确实是在为屈家着想啊。即便明知他是派来制衡我们屈家的，岳父大人，小婿说一句不当讲的话，这里已经不是高昌国了，如今这里是大唐的西周。是我还没有放下心中所执吗？小婿倒是觉得都护大人已经放下了，不然的话，何来西周现在这一番平静的景象啊？那就暂时先缓一缓，让那个人再多活些时日。但是，那个人终归是要杀的。等找到机会，便先从他身边的人动手吧。小婿遵命。郎君娘子，屈司马到。守约。听闻司马早见面来过，是行检失礼。哎，干嘛这么客气？昨日的确是我不对，没有管教那些小子，才让你多喝了些。同僚们一片热心，他们是热心，却害我对着个酒鬼听了一夜酒话。好不容易到了西周，本想睡个安生觉，结果被折腾到了天明才合眼。昨日的确是我不对，给嫂夫人赔个不是。哎，司马言重了，奴家可担当不起。我们夫妇初到西周，人生地不熟，许多地方都要仰仗司马照拂，哪里敢怪罪啊？嫂夫人很是识得大体，我很是欣慰啊。守约，还不请司马坐下？哦，请。请。不知司马此来所为何事？哦，是这样。你们二位昨日看过这都护府周围的情形，不知准备安家于何处呢？多谢司马费心，我们已在曲水坊置下了一处宅院，今日便要搬过去呢。曲水坊？可据我所知，那里的胡人偏多，不知以守约这样的身份，在曲水坊那样的地方，是否是吗？那倒正合我意，我想守约也不会介意的。守约，你说呢？是，娘子高兴就好。哎，司马，莫不是替我们准备了宅院？确实为二位准备了一处好的宅地，只不过未成想，还真是要辜负司马的好意了。不过这对司马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如此一来，以后我们家中再进了毛贼，也都埋怨不到司马的头上了。琉璃，这事情都过去了，怎么还能责怪司马呢？琉璃言语失当，还望司马不要见怪。好说。不如这样吧，既然司马来了，便同我们一道去新宅看看。中午啊，琉璃亲自下厨，做几道拿手的好菜，向司马赔罪。正巧，令妹昨夜在酒宴之上，慷慨地送了我2只血肉模糊的山鸡，便一道烹了，与司马品尝。嫂夫人客气了，我还有诸多政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一步，告辞。既然如此不巧，那唯有改日。不知司马喜欢吃什么，琉璃也好事先准备。重玉并无偏好，先行告辞。你这个小坏蛋，那屈重玉怕是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你还是莫惹他的好。他报什么？报我请他吃饭啊？谁叫他大早上就来恶心人？我看人家诚心诚意要送我们宅子，不像有些人还没出长安就置下了产业。我原没把你算进去，只买了一处小院。你若看不上，后悔还来得及。又说笑了。哎，
我要那屈崇玉的寨子做什么？难不成让他在左邻右舍打下埋伏？反正我是跟定你了，只要那宅子里有你的床，就不愁没有睡觉的地方。你脸皮越发厚了。一直这么厚。你干嘛？一直这么厚。安妮，你看，老何见过阿郎，见过娘子。真是劳烦何管家了。哎呀，小人怎当得起劳烦二字？都很妥当。你先去吩咐厨下备好午膳，再把西周这边我们需要送礼的几家族中长辈的名单列出来。待我们备好礼品，你便带着阿尼一家家的送到，说我们改日再前去拜访。是娘子。外面西厢房的那3间屋子，你们随意挑。阿尼，你收拾收拾行囊，看还缺些什么。明日啊，咱们便去侍方。是。先到先得啊！你布置的倒是快。安家那几个亲族，为何是你一人拜访？不是咱们一起去吗？这刚到了西周，难道你不用处理公务、结交同僚？当然不用。现在我最大的事，就是陪你。那只死孔雀，又是拉拢又是恐吓的，便是不想让你插手西周的事务。西周本就是屈家的根基所在，大唐接手统共不过10几年，如今又回到了屈家手里。听那些官员家眷的言语，这些西周大族之间盘根错节。好了，你放心吧，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咱们这次呀，就好好的走亲访友，好好的吃喝玩乐，好不好？好。对了，我刚才看你在院子里，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啊？也没想什么。来之前，其实我并不曾设想过，这处院落到底会是什么模样。今日进来一看，便觉得非常的亲切，哪里看着都顺眼。这屋子的布置说来也寻常的很，我却是越看越喜欢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我的傻琉璃，你还不明白啊？这是咱们的家，咱们第一个家，我也是越看越欢喜呢。是啊，这是我们第一处自己买下来的院子，没有阴谋算计，也没有华丽陷阱，只有干干净净、让人安心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要不要看看我们这湖啊？哎呀，这簪花金枝湖啊，光彩夺目，与您气质好生般配啊！这个我要了。哎，您拿好。多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看一看了。我要这个。哟，这是来自波斯的神灯。郎君慢走啊！娘子，你看那儿有家鞋店。这招牌好亲切啊！
我要的是金雕猎兔。你这画的是什么？金雕啊！这雕怕不是大彻大悟、立地成佛了吧？还怎么猎兔啊？这小店的画师啊，真的是尽力了。这西周的画师多以画佛像为主，您就是再怎么逼他，他把这鸟啊、兽啊画的都是一个风格，小的也没办法呀。你们店既然有人能画出此图样，就能画出我要的金雕。此图样的画师他远在长安，小的那就把他请来，钱我出。这画此图样的画师身份特殊，真不是钱才能使得动的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屈夫人，您就别再为难小的了。我万钱求一差评，还按照你们的规矩付了一半定金，足见真诚。可如今半月已过，你迟迟拿不出我想要的图样不说，还百般推脱于我，莫不是觉得我人善心慈好欺负？借问一句，贵东家可是长安的安家？库迪琉璃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见过屈夫人，都说了叫我静娘便是。库迪大娘，哎，屈夫人，这便是您要找的画师啊！长安如意家鞋店的库迪娘子，也是宫内上服局的制衣大家呀。天下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，足见我与静娘缘分匪浅。琉璃可会画雕？略懂。命真好，你这店算是保住了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改日来我府上可好？我备上好的笔墨等你来作画，顺便再把你的便装交给我，你可是应承过我的。琉璃遵命便是。那我们就说定了。多谢库迪大娘，小的真是感激不尽呐。都是自家人，掌柜莫多礼。库迪大娘，里边请。玉郎，玉郎，玉郎啊！玉郎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我按照你的意思已经劝了都护，都护也答应了，暂时不对裴行俭动手。哎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明日他可就上任了。那又怎样？那他如果是李治派来的人，你不得小着啊？把这些明天议事的时候给裴行俭。议这个做什么？该征收军资了，都护府也要开源节流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想看看这把火他如何烧。哎呀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你是西周的主心骨，没你就是不行。快去。好嘞。君梦，哎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在瞒着我？啊？
不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就那点心思。要知道，很多事不是杀就能解决的。不，那瓜州那事儿我是瞒你了，但我后来不是都老实说了吗？没了。裴长史的品级，本应是配置19人，白纸16人才是。只是我西周人力不足，故此只能从都护府中选此6人给长史做仆役，望长史海涵。王明府费心了，不知诸位如何称呼啊？小的姓白，行三儿，这几个是我兄弟，小六、老四、三寿、王小仙、长生。这白家三郎啊，原是屈家部曲，只因在军中立了大功，所以被放为良民。自幼跟着父祖熬练筋骨，身手了得。若是论武功，这府中怕是无人可出其右。哈哈，白三儿没别的本事，就是打架没怕过谁。以后听候长史吩咐。官家口气可真不小啊！玉郎可真是给裴行俭物色了些好人才，这几个刺儿头，以后有他手的了。长史大人，司马和各级官员都在议事厅等候大人，君梦先行一步。有了，王明府。尔等好生伺候长史。遵命。恭送王明府。都护大人，让我来转告裴长史，明年的开销务必要节省30万钱，也就是300民。可至于如何节省，却非要长史大人来拿个主意了。难不成我们这些设置官员拿的还不够少吗？这若再裁减，也欺人太甚了。唉，人家是朝廷命官，日待在屋子里也有足够的俸禄和织田，却还要克扣我们这些人的，本来就没多少。这账册你也看了许久了，不知道现在有何头绪吗？裴某初来乍到，哪有什么主意啊？还望各位同僚群策群力，这样才不辜负都护对我们的期望。其实吧，咱们都护府的开销并不算高，这论理区都护还领着西州刺史呢，当是有州官州吏配置的。但是如今都是我们都护府的官员兼任，人力上面也是省无可省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俸禄杂给，我们的官员都是朝廷命官的半数，钱粮支出方面也都是低于朝廷定额的。那些外面的杂役更不必说，一人1月也才1000来钱，再要往下减，那叫人如何养家糊口？哎呀！所以说呀，真是省无可省。我觉得此刻节流那是应当，但如果节得狠了，那人心浮动，那更是得不偿失啊！是啊，你说的对呀，是啊，我等如何办事啊？对，大家的难处我都知晓，只不过明年朝廷要远伐北部。加之西州税收拖欠又非是一日之寒，若不开源节流，但凡明年朝廷一声令下要交军资，不知是各位站出来捐献家产呢，还是逼着裴长史强征个3、5年的租调呢？
长史大人，这开支是一定要省的，放手去做。我相信，在座的各位都会鼎力支持你的。喝不下了。收钱！收钱！快！拿钱！拿钱！司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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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护府给你送什么公文来了？是长安的底钞。1个月前，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被贬为了庶人，他们的亲族被流放到了岭南，恐怕此时此刻，我们就要改口称武皇后了。武昭仪坐上皇后之位，本在意料之中，可是他们巴巴的给你送来这个作甚？自然是提醒我在长安恐怕是永无翻身之日了。不安好心的死孔雀。如此一来，我也好多陪陪你。接着扮猪吃老虎吗？这便是底钞啊！底钞要有这么厚，那还了得啊！这是都护府去年的账册。这么快就肯将账目交给你看啊？据说，如今西周赋税欠款年年累积，都护府也到了开源节流的时候。这本是最得罪人的工作，现在交给我来做，却最合适不过了。你先收拾物件，我也翻一翻，看看能有什么头绪。不要修了，写瓦舒适就好。要这么精致做什么？仔细费眼睛。那都护府的开支，无非是人物2项。于人而言，表面上的确有一些外院官吏领到了俸禄，但西周有5县24乡。朝廷并没有指派官员，只能由都护府派人设置，比朝廷应给的少了50%，绝无再减之理了。你这位长史，如果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减了下属本来就不丰厚的待遇，
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不捡不成吗？大概不成。此事既然已经知会于我，又让我拿主意，想必那屈司马自有法子，令我不得不去做。